为什么火星发现生命将是人类最崩溃的一天？如果发现的是一只细菌，那还仅仅是兴奋；可如果发现的是动物骨骼的化石，那我们挖出来的根本不是外星生物，而是人类自己的死亡预言。因为火星上发现的生命越高级，人类能安慰自己的退路就越少，最后剩下的那个问题也越来越像一把刀。这把刀不是砍向火星的，是砍向地球的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你好，拆解天象密码，我是拆解天象密码。今天我们来看看，为什么人类最期待的那个发现，可能同时也是最不该被发现的东西。而现在，火星已经向人类递出了第一个可疑的信封，信封里装着什么，还没人敢拆开。2024年，毅力号在火星耶泽罗陨石坑里碰上了一块让科学家沉默很久的岩石。这块石头有个名字，叫切雅瓦瀑布。它的表面布满了豹纹状的白色斑点，内部检测出有机物成分，还发现了一些特殊的化学反应痕迹。在地球上，只要见到类似的东西，科学家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地质，而是微生物。2025年 NASA 用了一个措辞极其谨慎但足以点燃整个互联网的短语“潜在生命特征”。他们没有说发现了生命，他们只是没有否认。当然，这些痕迹也完全可以用热液地质活动来解释。问题是，那块最关键的岩芯已经被毅力号密封进了样本馆，只要它还没有被送回地球，它就是一个没人能拆的盲盒。谁也不知道里面封存的到底是一块普通的火星石头，还是太阳系第二次生命启动的证据。假如未来某一天这个盲盒被打开，答案是肯定的，全世界会怎么反应？大多数人会欢呼，外星生命找到了，人类不孤独了，宇宙终于给了回应。可如果稍微冷静1秒钟，另一个问题就会从宇宙深处爬进来。既然生命不只出现过一次，那些后来出现的文明都去哪儿了？1950年，物理学家恩里科·费米和同事在餐桌上聊天，突然甩出一句话：他们都在哪里？就这么一句普通的饭桌上的提问，困住了人类将近1个世纪。因为这个问题越想越恐怖，宇宙实在是太大了，也实在是太老了。银河系里有大约2000亿颗恒星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拥有行星系统。只要有哪怕一小撮行星具备生命诞生的条件，只要在那些行星里有哪怕一小部分真的出现了文明，数量也绝对不应该只有1个。更何况，银河系的年龄比地球早了将近100亿年。只要有一个文明比人类提前出发100万年，它的科技水平早就应该领先到我们连想象都很难想象。星际飞船、星际采矿、改造行星，甚至把自己的痕迹散布到一颗又一颗恒星周围，应该早就发生了。可现实是什么呢？什么都没有。我们没有看到城市，没有看到飞船的轨迹，没有收到任何一条被确认过的外星信号。人类向宇宙喊了几十年，听到的只有自己的回声。宇宙到底住没住过人？那些房间是从来没有亮过灯，还是亮过之后又全部熄灭了？这就是费米悖论最让人喘不过气的地方。按照逻辑推算，外星文明应该多的是，按照现实观测，我们一个都没找到。到底哪一步出了问题？1998年，经济学家罗宾·汉森提出了一个让无数人背脊发凉的答案：大过滤器。他的逻辑很简单，你可以把从死物到星际文明的整个过程想成一条走廊，走廊里有好几道门。第一道门是没有生命的岩石和化学物质变成能够自我复制的生命体，第二道门是单细胞的简单生命变成有器官、有结构的复杂生命，第三道门是普通的动物变成能够制造工具、建立文明的智慧物种，第四道门是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文明真正走出母星，进入星际时代。宇宙这么安静，说明这几道门里至少有一道。难道几乎所有尝试者都倒在了门口？那道门就是大过滤器。而现在最核心的问题是，这道门究竟在人类已经穿过的那一侧，还是还在我们前面等着？如果过滤器在我们身后，那反而是一个好消息，甚至是极好的消息。也许从死物变成能够复制的生命，才是整个宇宙里最不可思议的一步。无数颗行星有水、有岩石、有能量，有几亿年的时间，但始终是一片死寂。只有地球不知道凭什么撞上了大运。我们能坐在这里聊这个问题，本身就说明我们已经穿过了那道最难的门。宇宙里可能真的只有我们，而那不是悲哀，而是某种极其罕见的成功。可如果大过滤器还在我们前面等着呢？那就意味着生命并不稀有，智慧文明也可能并不稀有。真正稀有的是一个文明能够活过自己的技术爆炸期。也许每个文明发展到人类今天这个阶段，
都会发明出某种自己无法完全掌控的东西，可能是核武器失控，可能是人工智能反噬，可能是基因编辑失去边界，可能是气候和资源在同一时间崩溃，也可能是某种人类目前还没碰到，甚至根本无法预见的技术。每个文明都以为自己点燃的是发动机，直到最后一刻才发现，那其实是引爆器。牛津大学哲学家、存在风险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尼克·博斯特罗姆把这个逻辑直接对准了火星。他的核心判断是，我们在火星上找到的生命越复杂，对人类而言就越接近坏消息。而火星最恐怖的地方在于，它可以帮我们判断大过滤器究竟在哪一侧。如果火星完全没有生命，只有岩石、沙尘和冰，人类至少还可以安慰自己，也许生命真的极难出现，也许地球只是银河系里一个极其偶然的意外，是某种宇宙彩票，中奖概率低到可以忽略。那样的话，大过滤器就在我们身后，而人类已经通过了。可如果火星曾经出现过生命，哪怕只是一只细菌留下的化学痕迹，第一道门就不再难了。同一个太阳系，两颗相邻的行星，在差不多的条件下，先后启动了2次生命。那银河系里那几千亿颗拥有岩石和液态水的行星，凭什么会全部失败？这不是在说一只火星细菌会威胁到人类的安全，而是说它会直接拿走人类最重要的一条退路。生命可能极其罕见，这个安慰就此失效。但这里还有喘气的空间。地球生命出现得很早，可从简单的单细胞走到复杂的多细胞生命，花了将近20亿年。也许生命并不罕见，但复杂生命才是真正难以跨越的奇迹。宇宙里可能到处都是细菌，但几乎没有动物。如果火星上留下的只是微生物痕迹，人类还能用这条逻辑继续撑着。可如果我们在火星地层里发现的不是细菌，而是多细胞生命的化石，哪怕是一块海绵状的微小结构，第二条退路也会被堵死。不过人类还是可以继续往后退。也许复杂生命很多，但智慧生命才是奇迹。恐龙统治地球将近2亿年，没有造出一台无线电设备。海洋里出现过无数体型庞大、行为复杂的动物，没有谁发射过卫星。地球用了将近40亿年，才终于挤出了一个会往宇宙发信号的物种。也许这道门才是真正的大过滤器，也许智慧本身才是那个难以复现的奇迹。可如果有一天，人类在火星地下挖出一块被机械加工过的金属，或者挖出一段残存的墙体，甚至一座被沙尘彻底掩埋的城市废墟呢？那最后这条退路会被撕得连碎片都不剩，因为这意味着生命可以独立出现，复杂生命可以独立出现，智慧文明也可以独立出现。他们甚至走到了能够建造城市、改造环境的阶段。可今天的火星，除了漫天沙尘，没有一盏灯，没有移动建筑，没有一条信号。那时候我们发现的就不再是外星文明，而是一份死亡证明，一个已经关掉了的文明留下的最后一件遗物。一只细菌关掉人类身后的第一扇逃生门，一块复杂生命化石关掉第2扇，一座文明废墟直接告诉我们，真正的过滤器就横在技术文明和星际文明之间，而人类现在正在向那里全速前进。但这里还剩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火星上发现生命，不一定代表生命在太阳系里独立出现了2次。早期的地球和火星都遭受过密集的小行星撞击，被炸飞的岩石碎块完全可以在2颗行星之间穿行，甚至携带着微生物一起漂移过去。也许地球生命曾经搭着一块岩石抵达过火星，也许地球生命本来就来自火星，是某一次撞击把火星的生命送到了地球。如果双方本是同一个祖先，那不算2次独立起源，只算一棵生命树长出了2根枝条。这可能是人类最愿意听到的答案。可如果检测结果显示，火星生命和地球生命的遗传方式完全不同，使用的化学基础完全不同，没有任何共同祖先的痕迹，那就说明在太阳系这个小院子里，生命真的独立启动了2次。把这个概率换算到整个银河系，生命应该早就把每一个角落都填满了。于是费米那个饭桌上的问题会带着更大的重量再次回来。如果生命到处都是，宇宙为什么还是这么安静？目前关于这个沉默的猜测大体上集中在几个方向。有人认为外星文明根本不想搭理我们，因为我们的文明段位太低，就像现代人不会专门去给蚂蚁发广播。有人认为曾经存在过的文明看到了某种警告，从此主动躲进了沉默，不发出任何可以被探测到的信号。还有人认为某些文明的发展路径天然是内向的，对扩张宇宙完全没有兴趣，他们自给自足，也从来不广播。另外还有一种说法，
是我们出现的时间点和其他文明完全错位了，要么太早，要么太晚，彼此永远无法在同一个时间窗口里相遇。这些猜测各自都有道理，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漏洞：一两个文明可以沉默，10个文明可以躲避，但如果几十亿年里涌现出了成千上万个文明，他们全部都不留下任何痕迹吗？连被风沙掩埋了的玛雅古城都留下了石头建筑和文字碑刻，连消失了几千年的苏美尔文明都留下了泥板文书和城市遗址。文明可以衰亡，但它存在过的痕迹不会凭空蒸发，除非它们存在的时间短到根本来不及留下任何能够穿越时间的东西。也许宇宙不是没有文明，而是文明的寿命短到让人心里发寒。你刚收到一个400光年外的信号，准备好回复的时候，对方已经不在了。想象一下这个画面，他们诞生了，带着第一批好奇心去看星空。他们发展出无线电，用科技点亮了自己的星球，把信号送出去，等待回应。然后在跨出母星之前的某一刻，安静了。银河系就像一片漆黑的巨大海滩，文明是一朵朵浪花，每一朵都以为自己将要冲向深海，最后全部在同一条海岸线上碎掉。而人类拥有无线电、核能、计算机、航天器的历史不过短短100多年，放进宇宙的时间刻度里，连一眨眼都算不上。我们可能刚走到那片岸边，甚至已经隐约听见了浪碎掉前的那一声。当然，大过滤器只是一种理论，目前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它。火星上也还没有任何被确认的生命发现。但这个理论最让人不安的地方，恰恰不是它已经被证实了，而是直到今天，人类仍然找不到一个足以把它彻底否定的答案。所以当那个乘着火星岩芯的样本管真的被送回地球，当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拆开那个盲盒的时候，也许全世界都在默默期待里面有什么。但对人类最温柔的结果，可能反而是什么都没有。没有细胞，没有化学痕迹，没有化石，没有任何曾经活过的迹象，只有一块安静的、普通的、彻底无聊的火星石头。因为如果只有细菌，说明生命并不是宇宙里的奇迹；如果有复杂生命的化石，说明动物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出现；如果有文明遗迹，说明智慧生命可以存在，但无法持续。那个时候，人类面对的问题就不再是宇宙里有没有其他人，而是我们距离那些消失了的文明所走过的最后一步，到底还剩多远？如果让你选择，你希望未来人类从火星带回来的是一只还活着的微生物，是一块复杂生命留下的化石，还是一块什么痕迹都没有的石头？我是拆解天象密码，咱们下个星球见。